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2025帕克预言。在2025年呢，最著名的预言家帕克的视野中呢，他说将是风云变幻的一年。他说世界格局呢正在经历着剧烈的震荡。他预测呢，随着川普再次入主白宫呢，美国将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其影响呢将远超以往。帕克就认为呢，川普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清理政府机构中的舞弊案，推动一系列皆旨在重振美国经济和国际地位的政策。他甚至大胆地预测呢，美国将进入一个复兴的时代，这与川普本人多次提及的美国黄金时代的愿景呢高度契合。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这个数据他说在川普前的那个任期内呢，美国的实际 GDP 数据增长为 2.5%， 失业率降低到50年以来的最低点 3.5%。而帕克预言呢，复兴时代是否能够超越这一成就，就值得我们拭目以待了。更引人注目的就是帕克进一步的预测呢，川普将打破美国总统连任不得超过2届的这个惯例，他将会实现第3个总统任期。虽然美国宪法的第22修正案对此呢有明确的限制，但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关于修改修正案的探讨。此外呢，帕克还预测与川普关系密切的未来的副总统呢有一个人选，他就是这个川普的小儿子巴伦特朗普。他说他这个小儿子未来将继续当选美国总统，形成一个长期的特朗普政治王朝。因为什么呢？他说这个盖洛普2024年年底的这个民调显示彭斯的支持率约为 45%， 而巴伦特朗普呢，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公开场合曾经就亮相了，确实以出众的外形和行为举止呢吸引了大量的关注，所以社交媒体上关于他的讨论热度呢就持续上升。但其未来是否会踏入政坛并成功的当选总统呢，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帕克预言就说我们将目光呢看向东方。帕克就观察到在亚洲的地图上，他说弥漫着一团象征着变革的迷雾。他就预测呢，2025年将是亚洲开启深刻变革的关键之年，而且这场变革将触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他说广大民众将参与其中，并见证现有的体制的某种的没落。所以他说亚洲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呢，2024年的亚洲 GDP 增长为 5.2%，虽然仍然保持增长，但与以前的高速增长相比呢有所放缓。同时呢，他说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等等，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所以帕克预言的变革呢将如何展开，以及对亚洲民众的生活产生如何的影响，仍需密切的观察。那对于2024年曾经引发广泛讨论的大地震和海啸的预言呢，帕克表示他仍然预见到了日本将发生显著的地壳变动，并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影响。所以日本地处多个板块的交界处嘛，是地震频发最多的国家。所以他说日本的气象厅的数据显示每年日本发生的有感地震超过1000次。所以帕克同时就指出全球多个地区将发生大小不一的地震，但整体的规模都有所减小。他将其解读为神明的慈悲。他说从2025年的年初至今呢，全球确实发生了多次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就显示全球范围内5级以上的地震已经发生了10次。所以他说在2025年的3月28日呢，一场震撼世界的缅泰大地震呢就发生了，其破坏力巨大影响范围之广，令人心惊胆战的。但是尚未出现2024年预期的那种毁灭性的超级地震，这似乎与帕克关于地震规模减小的那种预言相符合了。而在2025年的2月4日呢，帕克曾经发布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预言。当时他就说了俄乌冲突未来走向，加密货币的崩盘，甚至预言了一场在当月将会发生的重大苦难。但仅仅1周之后呢，2月12日帕克再次成为了预言的焦点，因为他说他的一项预言呢正在应验之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早在2024年年底预测的时候呢，帕克就曾经与公众分享了他10多年前做过的一个梦。他说尽管时隔已久呢，梦境带来的强烈的震感依旧令他感到记忆犹新。在梦中呢，他身处亚洲，在一片泥泞的土地上艰难跋涉，他就看到了一栋房屋建造在几根高高的木桩之上。于是他努力地攀爬上去，走进了屋里。在房间里呢，他说他看到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花之舞正在上演，其绚丽多彩呢令他赞叹不已。所以帕克就形容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舞蹈，而指挥这场舞蹈的呢正是亚洲道家的始祖老子。他说老子呢就从对面走过来对帕克说这就是东方的未来。几个月前呢，帕克还曾预言美国经济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增长，而英国经济呢将陷入停滞甚至是衰退。如今这一趋势正在逐渐的得到印证，而英国面临财政赤字和高通胀的困境，而美国呢尽管挑战重重，却依然展现出了较强的经济韧性。
他说，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种思想实力和行动实力正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帕克呢，在2024年也曾预言过一场严重的火灾将席卷洛杉矶，那同样是一个梦境。他说，在梦中呢，帕克正站在圣莫尼卡的码头，突然之间他就看到天空被浓烟给吞噬了，火光在地平线上跳跃，宛如世界末日降临。令人震撼的是，这个预言在几个月前呢也成为了现实，而这场灾难造成的后续影响呢仍然持续的在发酵。此外呢，帕克还曾预言加密货币将遭到崩盘，而事实呢也正是如此。近期呢，加密货币市场经历了剧烈的下跌，市值呢在短短的几周之内大幅缩水，而山寨币市场的总市值蒸发了234亿美元，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跌幅之一。市场的剧烈动荡还导致了高达23亿美元的强制清算，接近75万名货币的交易者被强制平仓，他们损失惨重。而狗狗币的一些有品牌的这个货币市值在3周内也暴跌超过470亿美元，所以就反映出了投资者对于高风险投资恐慌性的抛售。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这次加密货币的市场崩盘呢，其影响甚至超过了2020年交易所破产事件。那在社交平台 X 上呢，投资者的情绪普遍悲观，部分人甚至担忧比特币的价格可能会跌破10万美金。帕克还预测2025年初将发生2起空难，不过他对事发的地点预测稍有偏差。他原本认为空难会发生在英国，但实际上发生在了美国。一起是2025年1月29日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美国航空公司的支线客机与一架美军的黑鹰直升机相撞。另一起呢是2025年的1月31日在费城东北部一架医疗运输飞机在起飞后不久便坠毁，引发火灾。那这2次空难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成为了美国航空史近10年来最严重的事故之一。所以大家是否注意到，帕克已经应验的这些预言中可以看出预言本身并非是全部都是灾难性的，而是有好也有坏嘛。那么为什么我们往往很少关注预言的正面性，而更多的去关注那些灾难性的预言呢？事实上就是人们普遍都是能够从这个灾难性的预言中而领悟到真理，进行深刻的反省并找到出路，或者从美好的预言中来看到希望，而并做出正确的选择嘛。这才是理解预言的关键所在。那说了那么多，2025年的下半年究竟会发生什么变革与灾难呢？帕克就说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川普对于关税战的这盘棋局。帕克就认为呢，加拿大呢是这个川普经济策略中首先试探的一颗棋。他的第一步呢是低垂的果实。事实上呢，就是川普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关税，而是在铺设一个更大的棋局的布局。帕克就说，加拿大的关税最终会被调整，这并非是因为两国关系友好，更重要的原因是石油。所以川普需要保持廉价的石油供应，避免在短期内过度的依赖国内开采，同时削弱俄罗斯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最终这场经济博弈可能会促使美国和加拿大更加紧密合作。不过帕克认为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这个想法只是一个疯狂的想法而已。其次他说墨西哥边境也是一种较量。他说对墨西哥关税的问题这是关税的第2颗棋，他说叫滴水的果实。从表面上看，这个川普似乎是为了解决毒品走私到边境的安全问题，但帕克认为川普政府更深层次的动机是抑制亚洲日益增长的间接性的影响力。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许多在墨西哥制造的产品特别是汽车零部件，实际上都依赖于从亚洲进口，这是川普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川普希望关闭美国背后的一扇门。与此同时墨西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即使利用更强硬的边境政策来打击毒品。这一变化最终可能会有助于墨西哥的经济复苏。那下一个预言帕克就提到了是针对亚洲的策略。帕克就认为以上的这些都仅仅是一场经济风暴的前奏。他说川普正在逐渐的收紧对亚洲经济的制裁，关税只是第一步。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川普最初表示对亚洲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但他显然希望进一步提高因此他一开始就将加拿大、墨西哥和亚洲放在一起讨论关税的问题，暗示他们都将面临相同的规则。然而帕克认为川普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亚洲，他认为亚洲是对美国发展的最大威胁。而帕克就认为川普将对亚洲采取循序渐进的行动，例如关闭墨西哥这样的后门，堵住各种漏洞，同时会制裁一些特定的公司。不过帕克认为真正重要的点在于稀土和关键的矿产资源，这些对美国的经济至关重要。帕克就认为特朗普真正的目的是亚洲的核心优势稀土资源，而全球的电子设备军事科技电动汽车制造，几乎所有的现代科技都依赖于这些矿产。
而亚洲在这个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还购买了阿富汗稀土金属的开采权，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也就是没有人谈论的重点。所以帕克就预测呢，美国将想要努力的夺取这些资源，而乌克兰和格陵兰岛很有可能将成为这个资源掠夺的这个关键战场了。而且帕克还说川普的这个对亚洲的关税政策最终将会给亚洲带来深远的经济影响，并且很有可能引发一场社会动荡。所以我们都知道，亚洲民众通常不愿意公开表达不满，但是一旦经济失衡、资金枯竭、失业率上升的话，甚至出现食品短缺或者其他社会问题呢，情况就会迅速恶化。所以帕克就认为，这种不满的情绪一旦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催生更大规模的动荡。而这一切呢，他说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会出现。与此同时呢，他说这场危机也可能会成为川普寻求第3个总统任期的关键出发点。在过去呢，每当帕克说川普将会有第3个任期的时候，很多人都嗤之以鼻，大家都认为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限制了总统的连任次数。但是如今呢，随着共和党不断的曝光选举舞弊、政治腐败以及拜登家族的丑闻问题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是否存在一个被剥夺的任期，也就是说，川普上一次任期是否是被不正当的手段剥夺的呢？如果这些指控在未来几年内持续发酵，那么或许真的会有人促使推动某种变革，而确保呢川普完成他的让美国再一次伟大的使命。所以帕克认为2028年的美国大选可能恰好呢是亚洲出现问题的时候。那如果亚洲在那个时候陷入了动荡，那么对川普来说呢，或许真的就可以维护全球稳定为理由呢，来强调自己必须持续执政，从而找到连任的理由。虽然这一切听起来似乎还很遥远，但是帕克说，从目前的发展局势来看，这些情况早已经显露出端倪了。帕克就认为呢，俄乌冲突呢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冲突，其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经济动机，也就是稀土矿产。正如他之前所提到的，稀土矿产是亚洲的强项，而乌克兰的土地下就埋藏着丰富的稀土矿产呀。这些呢，正是现代科技军工产业的命脉。所以帕克就预测呢，美国最终会在某种焦虑中获得乌克兰的矿产开采权，而俄罗斯呢，可能会被允许在某些地区保留控制权。所以这场冲突的真正赢家呢，可能并不是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而是掌控了这些矿产资源的资本力量。最近呢，帕克又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梦。他说，在梦中我就看到了韩国陷入了动荡之中，韩朝侵袭，边境还爆发了冲突。原本他自己也不愿意相信这样的场景，但是他回顾历史就发现了，朝鲜每当遇到国际困境的时候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措施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目前的朝鲜在俄乌冲突上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而且也可能会促使他在朝鲜半岛制造一场紧张的局势来挽回颜面。不过呢，这是否会演变成更大的冲突，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帕克还提到呢，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对伊朗核设施可能会发动攻击，以当前的局势越来越接近这个临界点，所以他说一场秘密的战争可能已经在暗中展开。历史就告诉我们，凡是涉及到能源、核武、地缘政治的博弈，最终往往都不会只停留在这个谈判桌上。那在做出这一预测之后，帕克就提醒大家说，我们不应该被这个世界的混乱和恐惧所吞噬。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战争呢，这些都只是历史的循环。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生活，我们应当更加专注个人的成长，寻求内心的平静，且要注意到这一切发生的其实都是为了人类灵魂的觉醒。正如帕克所说引用类似于佛陀的教诲我们只是一个过客，不应该在桥上建房子。最终呢，真正受启蒙的应该是我们的爱、真理、知识与和平。帕克就认为所有的国家都能够从亚洲的传统文化之中吸取智慧的，因为本质上万物是相通的呀，一切都蕴含着神性之光。无论是亚洲、印度还是西方的，最终一切的事物的背后都有着相同的神性之光。因此我们能够相互的学习彼此的文化，就像我们现在比如说住在欧美呢，也可以学习当地的文化，并可以从亚洲的文化之中获取许多宝贵的启示。帕克就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纪元的黎明前夕嘛。他说，人类常说呢，黎明前的黑暗最为漫长。他说，我感到人类已经经历了一个极其黑暗的深度的物质主义的时代，人们就逐渐开始感受到了这种生活的空虚了。而当今的世界有许多人正在经历精神的崩溃，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回到事物的本质，回归我们作为生命体的简单的纯粹。所以帕克就说他相信呢，世界人民已经都准备好要迎接这样一场文化的复兴。最开始呢，他说这场文化的复兴将会先从海外开始，但最终呢将回归故乡。它就像一朵花朵绽放之后呢，它的种子会随风飘散，落入四方，但最终呢又会回归故土，
再次生根发芽。他说这也是全世界需要的一种精神回归，因为我们需要牢记并寻回我们自己的根嘛。所以大家认为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更多后续精彩内容哦。